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谈一个主题，叫《新封神榜之魔界圣战》哈。那各位过去都看过哈《魔界三部曲》哈，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是用一个类似史诗级的那个魔幻的这种电影故事。来影射人世间呢，事实上是处于一种这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一个魔界的状态哈。这个看过围城的相关的书的人都知道我们把这个三界称之为魔界，是因为在这其中呢，以法界宇宙间的法界三界之外称为法界呢，它里面的事物都是颠倒的哈。所以在里面呢，披着人皮转世的生命呢，事实上其实所谓的颠倒都是颠倒，除非在生命呢历练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有那种佛性觉醒在寻找一个终极答案，到底我是谁，未来要去哪里。在人间的各种磨难的历练之中呢，生命达到无惑状态就是不再被人世间所迷惑了，那会转入一个追寻那一个追寻的状况呢可能是进入不同的宗教修炼也好，或进入深山隐居也好。但是呢，生命呢，其实已经轮回转世千万年了都为一件大事准备人世间的一切都为一个生命它在觉醒后呢的回归而铺路各位看到2023年呢，我们今天呢7月27号来讲到这个视频呢，事实上各位眼前人世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包含这个台风这个台风呢快要接近台湾了这个激起了风浪然后在其他个国家里面一样水深火热还有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侵入乌克兰的战争各国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政治呢选举事实上每个现在的人呢这个比较普普通通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国家，事实上是比较辛苦的为了生活三餐压力都非常的大。这个也是一种环境在变化，被设计的一个环境变化中呢消大家的业力包含3年疫情呢，消大家的共业呢，期望呢大家呢轻松一下人身上有2样东西了这是业力跟什么？跟福报跟德德就是福报那业力消了以后会增加福报，增加德，那这个高能量物质让生命能够清醒事实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就是因为它业力消掉了以后呢，它这个整个生命会更加的觉醒今天来谈新封神榜跟魔界圣战主要是真的现在中国拍了一部电影叫720更正了720上映这个叫做封神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封神榜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用这个称之为新封神榜是魔界圣战现在人类空间呢，在人类所有宗教末末节的时候这个不只是宗教了，所有人世间的一切事物呢，都在末节中了。天在解体，地在败坏，尘住坏灭，末节来得太快
所有生命处在这种灭绝的最后的时候，事实上是这样，是社会的乱象环境也好，是乱到最乱最坏的时候。在这个最乱最坏的时候呢，这个创世主呢开始轰传他的宇宙根本大法，开始解开人类的天机。微尘创造团队就是在为大家打开这个天机。所以你各位看到呢，这张卡片上呢左右两边呢有2行字，非常重要的2行字：千我灵王万主下界，弥勒佛成一世成就然后呢有几份呢我们做的预言的这些图片从释迦牟尼左边，释迦牟尼的莲花微笑，在这个弥勒出生在赤头木城，这是释迦牟尼以佛家然后刘伯以道家，道家呢这个刘伯的烧饼歌特别呢点到呢弥勒将出生在金鸡木这个释迦牟尼讲叫赤头木城然后再是这个推背图呢用5个象来讲龙华三分，最后呢中国竟有圣人2个圣人出来这个就是师徒一心，扭转乾坤。目前人类呢这个创世主跟他的弟子呢，全球在普渡在下面一章呢，这个就是优昙婆罗花。优昙婆罗花出来的时候呢，这是转轮圣王，也就是最后来这个救度世人的这个觉者现身那右边呢，当然右边第一个就是刘伯的100年10倍应验那直接讲到这个弥勒出生在哪里金鸡木那个龙华会虎兔之年兔年到中天，1951年到成木兔之年，到以木子姓姓李接下来是华国院家诺查大马斯，在500年前天目都看到了东方一个伟大的神人。这样的大觉者呢，闭关了9个月，为全人类承担宇宙压下的业力，而身体呢，这样被炸碎了无数次，死而复活，留下复活者的天机。我们知道东西方的所有宗教已经在末法了，所以看不到这些天机。事实上也在掩盖这些天机不管是释迦牟尼的预言、刘伯的预言、佛道2家的预言，还有许多的预言都在打开的时候，事实上各个宗教扮演的角色是他们不敢接受，不敢承认。就像昨天看到的这个有一位很了不起的这个对考古很有兴趣的一个记者呢，他呢很努力的去挖掘了许多的史前文明发现到是主流媒体不敢去承认的一些，事实上人类在远古时期的文明，事实都胜过我们现在的人类所以这些都是被主流媒体排斥的。那微尘一路走过来所打开的预言天机，也是被主流的系统呢，所排斥跟打压压制这个这也是很好玩的类比逐良比，这个空间呢是颠倒，所以是坏的东西呢，一定是打压好的东西各位看到这个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展现出来可以明白我们在谈什么这个，但是这个事情呢，现在在2023年513开始，人类新系统开始，创世弥勒圣人的弥赛亚基督呢，救世主，他已经受记他的弟子全球普渡了，在打开微尘是其中之一啦。微尘创造团队在全球为大家打开人类的终极答案为大家讲为大家解这个天机那所以整个开始呢，人类的宗教革命也即将整个全面炸开来人类的空间场是要被清理了，不好的东西就要清理掉。今天干扰了所有的人类得法，人类整个大觉醒所有干扰人类得法跟大觉醒的这些生命跟另外空间的一些邪恶的系统，全部都要销毁掉那这个就是宇宙在重整，一直到人间的地球上，人间开始重整了。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不管你的历史多么悠久，都要这样，都要万教归宗，万法归一要回归到这个真正的宇宙的源头上源头上，也就是微尘今天在全球打开来的这个创世大法
那右边最后一张呢，这位是布袋和尚1000多年前呢，弃子和尚呢，曾经示现他身边有18个小孩子18子就是刘伯温一言中这个这个木子这个木子姓这是讲到这个圣人出世的姓氏。那18子呢，这个其实这张图上有一句话：弥勒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世人世人自不是。这个弥勒圣人一再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以他的弟子就是他的化身这弟子受记弟子为弥勒呢，前求普度，所以弥勒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世人，世人不是是接下来人世间就是前面会人都会遇到宇宙的根本大法，弥勒的弥赛亚，西方称为弥赛亚，东方称为弥勒。这个宇宙的根本大法、创世大法，在各位的面前打开，这个法能解一切生命的谜一切宗教的谜一切科学的谜这个很多的天机呢，事实上微神创作团队秉持的这个创作者的受记呢，有相当多的法器为大家解这个天机，人类真实的迷思，还有人类建造月球的过程。整个2亿年的无名史，三界被创造2亿年的这个历史呢，跟着三界真实在另外空间的结构是怎么回事？人体到底是奥秘，是什么样的奥秘？为什么人的身体嘛，千万亿的如来这个就是告诉各位一张小小的卡片，为各位解透一切天机。各位知道一张小小的卡片为何能让你开悟呢？整个生命谜完全打开呢？这个是不可思议中的不可思议，但其实我们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了期望呢大家呢有空呢在最近8月25号到28号在台北世贸一馆呢，我们会有这个参加这个佛事展佛事展世贸一馆这佛事展呢，期望大家可以到微神摊位来一起来这个互相的交流来探讨这个生命的终极答案也就你还可以见证到谁就是这个弥赛亚真正的弥赛亚是谁？真正的所谓的东方的圣人已经现身了，全球普度了那这个今天呢，很简单跟各位讲新封神榜魔界圣战。这封神榜是为大家而打开了，现在已经打开了，各位呢三界千门已开，各位呢自己选择自己回家的路自己选择自己未来这一次呢，整个是比较特别。2亿年到今天来讲，在整个环境最乱最坏的时候，生命呢回归最快的时候整个国位层次修起来重获的国位修起来，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时候呢，通通集中在各位的眼前了。希望大家能够这样把握这个时机这个机缘呢。一闪可能就没有，2亿年到眼前呢，可能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让各位赶快得法，赶快去救人赶快参与微神创造团队一起来弘法救人。期望各位的加入期望大家加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位加入重获的各位修起的活成大法，进入微神创造团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许多的天机呢，这个是让各位赞叹到不可思议了。不管你是什么的宗教，你进入了微神创造团队，你明白了这些系统的时候，创世大法的真实的内涵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已经讲不虚此生了，你已经朝闻道夕可死了，你能破解一切宗教的所有的谜了。好，我们今天简单就先讲到这里新封神榜之魔界圣战为大家展开了生命的终极答案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我在两只山岩在，好人得真福，正邪不分邦天法，恶人必铲除。今生逢大法，心中纯有真善人，重返回归路，众生欢喜我，重返回归路，机缘聚会，切莫再疑无，切莫再疑无，切莫